我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他是1，我是2，我的2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反应？要问的是这个，你往后退又不行了，晓得吗？老师，那个拧除了手之外，身体也是跟着拧吗？当然啦，看你需不需要。像刚才这样子，我的人没动的话，我就不要。可是我如果在这边，他一样，我这样转嘛，是我如果要从这边进去，我身体就不要拧。可是我如果在这边，我要这个样子的话，我的身体就跟到拧了。OK， 听不懂？所以移位的时候需要去看你的需要，当你的身体可以做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动的时候，你自己去根据状况，身体会根据状况去改变你的姿态。所以我们只要什么？我们只要把身体练到每个地方都可以活动，不影响力量的变化。所以当我的力量想要变化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可以配合得上就好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，你的身体就只在这边，你想要转到它背后去，你的身体做不到。你要转到，你必须要用什么？你必须要用走的，用走的哪有时间啊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只能在这个地方玩，你只能在这边玩，身体上面没有。可是我的身体有，当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我身体跟到走，当我的身体跟到走的时候，我的身体转动是贴到它的，我是贴到它转动的，它就形成这样的东西了嘛。说师父不教步，就是指这个部分。也是吧，就师父不教你动，他教你静态的。静态的好教，静态的可以什么？静态的可以说你出手，我1、2、3，静态的可以这样子，动态的不行。动态的是当我一出手，1它也动啦，2呢？2就不是原来的这个啦，2就变了，这个不好教。是不是不愿意教变，还是？一个是不好教，第二个是学生的条件不到，第三个是教变的时候他就会打了。他是静态，他不动的时候，他练得再好，他不会打。是打的意思是讲实战。对啊，因为实战一定是在动态中。晓得吗？实战一定是在动态中的嘛，听不懂？动态中的东西，我可以教1，然后他来，我说1是这个，2呢？如果是在静态中，可以说1、2、3，是不是？好，动态呢就不行了。当他1，我2、3是他，3应该是他啦，所以他怎么做3，你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根据他的3产生出你的4，这个就不好教。所以这个阶段要什么？这个阶段要2个程度相当的人相互摸。相互摸就是相互根据1、2、3，他是1，我是2，他是3，要怎么动？他3这样动，他如果3这样动，我就说你不合理。什么原因啊？你说，因为我们2个手都在上面啊，他在下面啊，这个手你出不来的，你这个手是出不来的，所以你出这个3就不对了，就你给的3是不对的，不合理的，那我产生的4也是不合理的。那这种2个人的练习
就没有意义。程度不同。对，这样不懂？对权的理解，对权的理解不在一个层面。啊，所以双人练习的时候，必须自由练习，必须两个人的程度理解在一个层面，而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层面，相互的对应才对。所以以前我教过一段时间嘛，就我你们做一个，你来。假如说我是这样子，好，这个他是1，我是2，我的2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反应？要问的是这个，你往后退又不行了，晓得吗？因为我在这个姿态的时候啊，你往后退就帮助我往前进的嘛，你一定倒，你一定被打到，对，这样不懂？所以学问就在这边。你要怎么做3？在那个状态下面，那个力量下面，你要怎么做3？是合乎权的，听不懂？所以练习是这样练的。那你要练这个，你要全路练手啊。全路练什么？就是在不同的状态下面，我是变成这个架子，变成那个架子，它的合理性是什么？这样不懂？那你说，再来跟刚刚一样，有没有这个状态产生呢？实际上会不会有这个情况产生？会啊，不会，因为你出那一手，你来1，我做2的时候，你这个手不会在这边了。因为你打我那一下嘛，你打我这一下，不管打不打得到，你这一手不会停在那个地方了。那你要怎么走？是吧？那你这手可能是实的，可能是虚的。所以当我的手来，当你进来，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是一部分保护到我自己，一部分我做这个防御。他这样走的时候，接下来就该我，因为你已经做3了嘛。对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要怎么做？他这样子，我最直接的，一定打他的，我就是。可是我他的手已经到了，没关系啊，因为当我这样打的时候，我这个收了。你有让就对了。我的打是这个样子啊，样子啊。对。只是这样会比速度谁快？不是反应。所以我就说，你哪边感觉到威胁，你那边走嘛。所以我这边走的时候，你刚才过来，我这边感到威胁，我这边走的时候产生出这个。OK，等于是1啊。可是你这个是没有看，会有一个你的一个体感，那你感因为你这个手在下面进来嘛，对，所以我一定是这个嘛。对。那这个又漏那么大，我的手刚好在这边，你往我拳头上撞嘛。对。这样不懂？在这种练习当中，我们去体会我什么样的反应是对我有利的，什么样的反应是没有利的，然后对方的可能反应是什么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变化的。像他刚才1来，我这样子，他也可以这个不要让我碰到啊，他可以就收回去啊。可以吧？可以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这个手出，我可以收回来吧？对，反应多了去了。可是练习就要这样练习，你不能在一个固定的格式下去练对打，那会建立错误观念。一定要照这个。所以通常要在几招内把它结束啊？通常要在几招内把它结束。你的反应不对的话，一招就结束。就刚才这个很多你往我的拳头上撞嘛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练习一定要慢慢的是，你是1，我是2， 3是你，4是我，对，不能说一个人占了1、2，那不合理，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更不要说现在教的，他一个人师傅一个人站了1、2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，上面又打，下面又巧又摔，那不可能的。可是他们如果同步，这算1吗？啊？同步，你如果同步就算1，对。所以我说动作只能有1嘛。啊，你同步就算1，哎，啊。是不是这个要很刻意练？这个没有刻意练，本来就是啊，这种意识，交错的那一瞬间就先空白。对，就是意识，武术的意识晋升就是要这样练嘛，是不是？我教你们的去走，你走。对。我如果说我看到进来，你没看到。你没看到我这个拳，晓得吗？这个我知道，他也知道，这就中了。然后再来下一个，他就会看了，因为他刚才没有在看我的，他在看地。对，听不懂？就是从这样子来啊，这就是意识。因为你们现在练拳没有这个意识。你们看我在示范，我在摆架子，我一定会有一个武术的那个意识出来。你们常常在做的时候没有，你们只是在做一个姿势，没有武术的那种对敌的意识出来。看不懂？啊，这种意识就是你是练什么的。表演的人久了以后，他会有一个表演的意识。所以我说，很多表演的人，他练武术，他一上去就是一个表演的意识，一个摆头亮相，就是一个，因为他是讨好观众的一个姿态，跟一种表情，跟一种那个亮相的那样的姿态嘛，一看就知道你以前是练舞蹈的或者之类的，不是练武术出身的。那这个东西很难改，晓得吗？我曾经讲过一个练太极拳的，他的表演意识太重，讲很久，到现在还是很难改。那个动作姿势一出来就是这种的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没有办法。练武的不是，练武的意识是在自己身上。练武的上来一练，不管观众的，不管在我自己身上，他那个精神都是内涵的。他不再讨好谁，不再练给谁看，是他自己的。他自己可是他有武术的话，他有一个敌对意识。你练气就没有，你练正指太极拳，他没有，因为他在练气。他没有一个敌对的观念。你们看杨守忠练的那个太极拳，他是有一个敌对意识的，所以他的招式出来，他是这个样子的，他的方向性很准确，他的式子跟一只老虎一样，他是有对象的。越往后面越没有，越往后面越练到中正。这种姿势出去，你没有敌对意识，听不懂啊？所以从这个就看你到底是在干什么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练武术，还是练气功，还是练跳舞？晓得吗？意识就很重要。晓得吗？练竞赛武术的一出来，改不了的。可是这个，因为我说这个是精气神，精气神不是摆出来的，对，是不是？精气神不是摆出来的。我跟你们讲过嘛，那个在国外有一个练那个苏菲舞的，苏菲舞你知道吗？Sophie dance，
一个哦，OK，这个，他的徒弟在上面表演，表演完了，大家鼓掌，表演得很好。那个师傅出来，师傅出来就慢慢的走出来，在那边一站，全场安静，那个气势就出来了。这个叫精气神。所以你站出来，你在台上面你站出来，你不能让别人看到你马上静下来，你就失败的。你要说安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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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失败的，晓得吗？一个有领导力的人出来，他在那边一站，那个气势就已经出来。人家讲气场，现在讲气场，他就涵盖了你的气场，涵盖10个人、20个人、50个人、100个人。精气神是这个，懂不懂？我们练武对内要练出来的是这个啊，晓得吗？那你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，你马上吸引你看过去了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它散发出来的那个吸引力就不一样嘛。所以练武的精气神在这个，到后来变成表演式的，它就成为一个这个。这是中共那个当初跳那个什么秧歌舞，北韩也是吗？这个是不是？他们跳舞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我们练武啊，比较像那个京剧的那种亮相。对呀，对呀，就是做那种亮相去展现。京剧的、评剧的或者其他剧的亮相，也跟这个角色的性格有关。所以他们不同的角色性格出来的亮相是不一样的。它也有角色的区分，不是通通是一样的，听不懂？所以越注重外在表现的形式表现的人或者团体，他的内在越匮乏，他的内在就越匮乏，因为他内在没有什么好表现的。一个个人或者团体，他的内在越丰富的时候，他的外在的形式、外在的东西就越少。这是必然的，就是你看很多的贵妇或者很多的那些人，他出来穿着朴素，不会花俏，不会又戴这个又戴那个，不会他的装饰吸引到人，不是的，他是他的人吸引到人，这就是叫内在嘛。我们人生要练的是这个东西。晓得吗？内家拳要练的也是这个所以我们虽然有敌我意识，可是我们在练的时候还是在我，不是追着人打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做好，你自己把你自己做好。晓得吗？第一步，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身体控制好，把你的动作控制好，就这样子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我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好。我们的当有浮起来的时候。不用拍我，没关系。男生的，因为我有看有几个内功的，他们会说男生的2个蛋拉起来，对，有当的时候浮起来，这个2个蛋也会往上吗？对，那个是叫做马阴长项了，就是他们说在马在跑快的时候啊，马的2个卵睾丸会收进去，就是那个筋。它那个筋被拉起来了，
我师傅他们从小练啊，他说练到10来岁练到10来岁吧，他们是从大概6岁开始慢慢练，练到10来岁那就收进去了，只剩一层皮在外面，然后练完了以后慢慢走，他又下来了，所以那是筋的那个力量，因为我们男生晓得嘛，你们去看解剖也知道。那个两个它是有筋在那边连着的嘛，那个筋是牵涉到身体的中央的筋，所以你看有些练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啊吊阴功啊，吊阴功它是拉这两个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一开始它的目的是去撑中央的那个筋，去撑中央的那个筋。撑开，让它产生弹性，去连贯它，去把它产生弹性，这是一种练法。我们八卦在走的时候，这个一夹的时候啊，其实也在练那个。就你一夹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睾丸部分是在后面的，所以你这一夹一卷，把它往下拉，啊，也在练那个的张力。中央，因为这个筋是连续到我们的中央的那个筋，很重要的筋。对，跟气嘛，跟你这个气提起来了，那个筋一收，它就收进去了。当你不用力了，松，它就慢慢下来了。可是成年以后就不容易了，因为那个筋松掉了，晓得吗？哎，所以说要童子功嘛。哦，我就跟你们说嘛，有了性关系以后，男人有了性关系以后，那个就不容易练出来了啊，因为有了性的经验以后，那个的时候我们的筋是全部松掉了，听不懂？那个现象是有的，哎，啊，可是那个不要去追求。后来他们练那个东西练得过分了，把它转移到那个性功能啊，或者吊得越重越好啊。那你一个张力，你知道吗？你超过了以后，它就没有张力了，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啊？